大人，进来。什么事？回大人，春小姐今日一早就来县衙了，还使了银子去了进士。听门口的差役说，还去了大牢见方娘子。我没让你传消息啊。是无畏派你来的吧？回大人，属下不能说。那无畏在哪儿？总可以说了吧？世子他在后院钓鱼。韩大人，您这唱的是哪出啊？临水楼被封了，想喝鱼汤就得自己动手。看看喜欢哪条，咱今儿晚上就炖了它。你拿张宏图这些宝贝来炖汤，他不得哭爹喊娘啊？没关系，张宏图做事糊涂敷衍，惹你心烦，我帮你出出气。省得像昨日似的，吓得人家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这陛下一向夸你沉稳，说我浮躁。等我回都中了，我就拿这事儿告你状。不是，在下又怎么得罪您了？春荼蘼来了，高兴了吧？我高兴什么呀？你在春大山面前使劲暗示方娘子的劣势，又在卷宗里面安了那么多可以判重罪的证据，不就是想让她卷进来吗？你不是也特意安排了兵士，送她回家给她暗示吗？咱们俩呀，半斤和8两。我那是觉得她思考问题的时候特别可爱，而且适时让她知道我在帮她，有助于她对我的好感。可你非得撺掇她上堂，真想让个姑娘当宋师不成？她的名声怎么办？我康正元想要有个喜欢的丫头在身边，不奇怪吧？你疯了！玉不琢不成器，我疯不疯，取决于她到底有几斤几两。你真打定主意了？是，我还给她准备了一个对手。谁呀？孙秀才。你不是说春大山一案，孙秀才失信于春荼蘼，所以这个姑娘很不客气的就把定金给要了回去。这么被打脸，肯定伺机报复。有了，你干嘛去啊？助孙秀才一臂之力，我可不想让春荼蘼给你当丫头。哎，我正事还没说呢，我让你帮我带到袁大人呢。明日就能到汴州。这是赵老七邻居们的证词。多谢小九哥。春小姐为了我们老板娘的事情奔走，我尽点力也是应该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过儿？老爷，县衙门口贴了告示，说临水楼一案明日过第2堂，浙冲府都尉韩大人和大理寺成康大人都会来听审，而且告示上除了有小姐为方娘子代送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孙秀才的名字。告示上说他为赵老七家的代送。他怎么可能请得起孙秀才啊？这当中一定有问题。他这种人巧舌如簧啊，还不择手段，在公堂上什么话说不出来呢？要不就算了吧。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为了方娘子的性命，豁出名声也无妨。您就别着急了，快给我整份银两吧。什么银两？无功名者代诉，除非是为了亲人，否则不管男女都是要挨板子的。我虽然大义凛然，但是也怕疼啊，所以还是得您给我出赎铜啊。来，都拿去。不过爹还有。堂下何人？民女芳菲，民女赵婉若，赵老七的遗孀。学生孙雨村，代赵氏遗孀诉临水楼老板芳菲毒杀赵老七一案。民女春荼蘼，代芳菲送。民女以为，刚才孙秀才所说芳菲毒杀赵老七一案并不属实。这么说，你是来翻案的？自然。这是公堂。孙秀才，你是原告，你先说。学生恐怕没办法说。孙一村，你又不是第1日上堂，闹什么闹？大人恕罪，学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公堂是严肃的地方，学生不愿与所诉恼法之人相提并论。大人，方娘子毒害无辜，致使赵老七身亡，而这春荼蘼为了一己私利，唆使其诉讼，意图阻挠律法判决，扭曲是非。学生以为应当严办。按照此前曾有的例子，此等送棍，
应当重责1千，所系铁杆巨石15年期满，查看并夺。笑话！那照你这样讲，岂不是被告都不能反诉？如果真要这么说的话，之前我爹被诬告，我找你帮忙，你又为何收了银子做定钱？这不一样啊！春大山的案子是诬告，疑点重重，而这次方娘子的案子，人证物证皆在。我看你是上回尝到了甜头，开始胡搅蛮缠了吧？明明是你胡搅蛮缠。我代诉衙门自有公事，你惺惺作态给谁看？未判就想定罪？春图米不得咆哮公堂。大人，民女知错，还望大人明察。孙秀才，你在公堂上公然顶撞本官，你可知罪？知罪。本官念你一心维护律法的公正，我就不予追究了。春图米，本官上次是念你救父的孝心，不想你这次得寸进尺，竟然为一个杀人犯翻供，本该重罚。但念你是个小姑娘，不懂事，本官就网开一面。来人，在，将他轰了出去。是。大人，还未断案。既然衙门上有我的告示，便该审问后再定夺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李大人到。哟。不知道二位大人前来，未能迎接，望二位大人恕罪。张大人忙着办案，自然不用这些虚礼。我们想听审，是不是来晚了？你这已经断了案了。哎呀，我看公文，这女讼师诉得如何？大人，他为了一己私利，竟为一个杀人犯翻案。陛下一直说只送西送，可这样的送棍，按律应该严惩。本官念她是个小姑娘，也就轰出去算了。张大人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哎呀，大人谬赞。身为父母官嘛，就要心里装着陛下，眼里看着百姓。你要是真想着百姓，又怎会得了张糊涂的名号？这一定是有人诬陷本官，请大人明察。我只信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断案两边讹诈，收受贿赂价高者迷，判案敷衍了事，只求快速了结，饮酒作乐。你敢说这不是你平日里的所作所为？大人，这一定是有人诬陷本官。那你敢说今日将春图米赶出去，不是因为怕他找到证据被我看见，从而影响你的官评吗？下官也是一时糊涂。糊涂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花尽心思去找借口，而不是去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使汴州的百姓受欺压而无处申冤。如此贪赃枉法、漠视人命，你简直就是罪大恶极。为官者人都像你这样，百姓如何安居乐业？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我冤枉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本官奉旨巡狱，见此腰牌，可擢升良臣贤人，罢免贪官污吏。张宏图，收受贿赂、贪赃枉法，即刻罢免。来人，在，给我脱了他这身官袍，押入大牢。是大人，我冤枉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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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大家请起。谢谢大人。谢谢大人。有劳韩大人，将原县令请出来吧。好。宣原县令。卑职袁三望，参见二位大人。不必多礼。原县令熟读律法，在临县任职期间，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。本巡狱现在命他为汴州县令，即刻起接手临水楼一案。请二位大人听审。升堂。朱典，把仪堂的记录呈上来。是大人。大人，请过目。
新花样的护符，我又赢了。钱一会儿便给你。钱当然要给，但说好了3局2胜。若是我赢了，不管他什么样，都不能给你当丫头。先办正经事。你是赵老七遗孀的代诉？是。所诉何事？大人，我所诉的2件事都有真凭实据，请大人允许学生的证人们上堂。请问文大夫，当日中毒的时刻都是因为什么？在下认为是台巴鱼中毒。我那日所诊治的病患中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呕吐、头晕的症状，这与台巴鱼中毒之症吻合。并非学生怀疑您的医术，而是为了让狡辩之人心服口服，所以还请您说的再明确些。这台巴鱼是百姓经常食用的鱼，也偶有因处理不当导致中毒事件发生。这些年来，我也诊治了几10例了。如若不信，你可找邻县的医者对照诊断便知啊。你是本县仵作？正是，是我负责检查那些中毒食客的呕吐物。那呕吐物里可有其他制毒的东西？我已细细查验数遍，并未发现其他有毒之物。那赵老七的尸体你可曾验过？有无其他致死之症？赵老七尸体全身上下并无其他病症，就连他的呕吐物里，也只有些许鱼肉和些许菜蔬，和他当日所点的菜品相当。黄郎君是吧？正是。你是代表当日中毒之食客的，你可知一共有多少人中毒？中毒的应该是9个人吧？哦，不对，是10个，还有一个不是死了的赵老七吗？你们这些人彼此可都认识？肯定不能全认识啊，不过有几个面熟的，当时我也没跟他们搭过话。那你们可都点了芙蓉鱼汤？那是当然，不然我们怎么都会中毒啊？真是太倒霉了。红班头，当日是您带人在临水楼做了调查是吧？是。根据您的调查，当日的芙蓉鱼汤从出锅到上锅，可曾有经他人之手？没有，我们已经认真调查过，从头到尾都是由方娘子一人操持，连方娘子都已承认了，这些有口供为证。好，这便是人证物证皆在，所有吃了鱼汤的人都呈现出台巴鱼中毒的症状，而台巴鱼又是这汤的主要原料，就连方娘子都承认这汤是由她全程包办，不曾假手他人。而这4位证人足以证明，赵老七之死就是方娘子所为。明知道原料有毒，为了利益冒险贩卖，实属明知故犯，蓄意谋杀，当判斩刑。你觉得呢，小姑娘？我觉得大错特错。纯土米，你敢不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？刚才的声音太小了，有什么尽管说出来。你一个小姑娘，就算诉不赢我，在几位大人面前哭几声，他们也是不会罚你的。哎，赌不赌？他会不会哭？无趣。要不然咱赌他何时被问住。赌什么？叫爷爷。你不过就叫了我一次先生，至于吗？愿赌服输，落此无悔。我押动机。那我就押他永远不会被问住。孙秀才，我只是个小小女子，都明白这公堂上得主审大人才能为案件定论。您刚刚只是诉过了，可我还没应诉呢，怎么就轮到您为3位大人做了定论，分了输赢呢？如今我证据确凿，就算你逞口舌之力，也于事无补啊。大人，民女还有疑点想问问证人，不知可否？准。文大夫医术和医德极高，因而我绝不怀疑您的判断，确信那些人是食用了台巴鱼而中毒的。但民女想知道的是，即使那些人中毒是因为食用了鱼汤，那您能肯定赵老七之死也是鱼汤所致吗？这么一说的话，还真是不能肯定。多谢文大夫。大人，民女有个请求，
能否让文大夫为黄郎君诊治一下，看看他的身体状况？大人，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。既然孙秀才觉得赵老七一定是食用鱼汤而死的，那同样食用了鱼汤的黄郎君一定也有危险，事关人命，我认为很有必要。准。大人。文大夫，黄郎君现在如何？黄郎君现在非常康健，已经无碍。黄郎君，您中毒之后有什么症状？就是吐得翻江倒海，恨不得把肠子翻出来洗洗啊！很难受。很难受。竟没死啊！哎，你这姑娘怎么说话呢？又让我号脉，又问我死没死。我死了会站在这里吗？我吐过以后啊，恶心了半晌，幸亏吃了文大夫开的解毒汤，这才缓了过来。今儿中午啊，我还吃了一大碗羊肉汤饼呢。我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。文大夫，要不您再为所有中毒的人都检查检查，万一谁像赵老七似的，这毒有滞后性，可怎么好？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可那日的中毒者中还有位70多岁的老人，所以我开了解毒汤之后，又仔细查验过，连老人都是完全无事之后才回的家。这点啊，你不必担心。他们没事，不代表赵老七没事。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那赵老七身上没有其他的病症，现在死了，除了这汤，没其他原因，对吧，仵作？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您作为仵作，平时的差事是什么呀？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做什么讼师啊？我没有见识，还请您详细讲讲。主要便是检查尸体，或者案子中受伤人的伤势之类的。那请问，若这死者身上有隐疾，例如心痛之症，那便疼起来也是要了人命的，这你能发现吗？我是仵作，又不是神医，我能看到的便是人受了什么伤，伤了几处，血流了多少之类实际存在的东西。但这隐疾既然名为隐疾，我自然是看不出的。若赵老七是真中了毒了，这毒不是固体呢？比如是溶于酒水中的粉末，这你能发现吗？我用银针试了，并未发现异样。但若是银针无法试出之毒，就像您说的隐疾一样，自然不能。多谢。那请问方娘子，这鱼从买鱼到入锅都是你一人操办的吗？是。那入厨之前呢？我只是买鱼，之前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只从一处鱼贩那里进货，从来没有出过事情。好，多谢。大人，民女想问的问题都问完了，此时更加肯定，孙秀才刚才所言根本站不住脚。你别嚣张啊！您刚刚口口声声说人证物证俱在，可没有一个证人有确实之说啊。更何况，这临水楼在本县已有7年之久，芙蓉鱼汤远近闻名。我曾遇见一个官爷，他说他的家乡是台巴鱼的产地，当地人服用此鱼也会有中毒的情况。大人若有疑虑，可差人去当地询问。这产鱼圣地都有人中毒，7年之久，临水楼却从未出现过问题，可见方娘子烹饪之小心。事发当日又无突发事件影响方娘子的情绪，她怎么失手做出毒鱼汤呢？又倘若她发现这鱼汤有问题，为酒楼的名誉着想，也应当当即销毁，不再售卖。临水楼还要做生意呢，总不至于砸自己的招牌吧？他从前小心，不代表这次就没出错。你这也是证据不？那你怎么证明鱼汤有毒是他的过失呢？人命关天，你想抵赖？那么多人都喝了鱼汤，也只是呕吐和肚子疼，连文大夫都证明了黄郎君已经恢复。事发当日，韩大人和康大人都在现场，我看那情景应属暴毙，不像是喝了毒鱼汤，倒像是喝了砒霜。你这是强词夺理。这是疑点，仵作说了，他查不出赵老七身上有什么隐疾。我看啊，8成是得了什么治不了的怪病。赵家嫂子，赵老七可有隐疾？那他可有顽疾？那种从小就得了，一直带着，一直未治好，平时无事，犯起病来格外虚弱。要是有，你可得跟大人说啊。大人，我夫君他身子一向结实，连小病都很少得，街坊四邻都知道的。原来是我错了，赵老七身子好得很。那既然他身子那么好，
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服用了鱼汤，没有事情，包括70岁的老人，偏偏就他当场毙命了？春家女此话有理，不过你们说的都是疑点，目前为止，没有实际的证据。孙秀才，你怎么说？大人，纵然春荼蘼巧舌如簧，但也抵不过事实如山。刚才春荼蘼说了那么多，无非是想转移注意力。他不能证明方娘子无罪，我也证明不了方娘子有罪，那么这件事情便可以不了了之。又或者论证是方娘子的无心之事。但据学生所查知，赵老七的死，确是方娘子故意为之。我倒奇了，故杀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还在自己的酒楼里，这方娘子又不疯傻，为什么要做自暴其罪的事情？她临水楼生意还做不做？这就是方娘子的聪明之处啊！她正是想因此来蒙惑世人，让世人以为她不会明目张胆地在自家酒楼内做这恶事，反而能撇清了自己。岂不知天网恢恢，就凭这点小心思、小算计，又能瞒得了多久呢？那方娘子为何要这样做？用酒楼的前程和自己的后半生，抵一条不相干的人命呢？我的根据是动机。方娘子和赵老七是旧识，两人还起过冲突。方娘子曾扬言，一定要让赵老七去死。你说对吧，方娘子？这话我是说过，那是因为他来敲诈我，还屡屡骚扰我，我才出言吓唬他的。你不老实啊！据我所知，那赵老七除了敲诈勒索过你，你们俩之间的恩怨还要更深一些吧？孙秀才，你若有证据就拿出来。你现在做的，是在诱导方娘子说出你想让她说的话。哼！我本想给你们留些面子，你们却不领情。真的以为我没有证人吗？大人，学生请求询问证人。选证人。大人，这证人就在堂下，就是这春大山。选春大山上堂。参见各位大人。春大山，还不快速速向诸位大人说明一下，你和方娘子是怎么认识的？春大山，你如实讲来。7年前，我从军中回家，路过一片荒地，隐约听到有异动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大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我想，许是为了名声，才没有将赵老七告上公堂。所以，最重要的那句话你怎么不说了呢？好，就算赵老七恶行恶状、猪狗不如，那么我问你，方娘子有没有说过要杀赵老七呢？就一句话，有还是没有？有，不过这不就结了？大人，方娘子曾受奇耻大辱，对赵老七早就怀恨在心。若是一句话证明不了他的动机，那么这句话再加上此番经历，便是铁证如山。臭丫头，诉讼可不是卖乖耍小聪明就行的，跟我斗，你配吗？怎么样？别耽误诸位大人的宝贵时间，还不快速速！等一下，韩大人，本官腹部突然有些绞痛。韩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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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文大夫，韩大人怎么样了？大人脉象平和，估计是最近天气变凉，又办案辛苦，饭食不准导致的脚痛啊，多保暖，多歇息就没事了。那多谢了，袁大人，麻烦你带文大夫去开药，这里有我就好。你无耻不无耻啊？我又没作弊，你又没说不让我出手。我说了，他不会被问住，我当然要说到做到。打赌是玩闹，但你这样轻佻，公堂的威严何在？案件瞬息万变，此时哪一方如果趁着空档做什么手脚，优势在孙秀才那一边啊，他不会做手脚的。春荼蘼呢，肯定也不会做手脚的，放心吧。我跟你说，这春荼蘼就不是个老实人。你看他今日在公堂上的表现，那孙秀才一时不慎就差点着了他的道。你倒好，现在给了他时间，指不定有什么鬼主意呢。你敢说你不期待他的鬼主意？那你何必在乎他在律法上的见解？找一个跟你一样的书呆子不就好了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行事必须合规矩，公堂没有儿戏。一块璞玉若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打磨，不可能出来好东西啊。如果用一个技巧，既能磨玉石，又能找到真相，岂不是更好？你这还做着一石二鸟的打算是吗？从今日公堂形势来看，他对此就毫无准备。现在就算休堂半个时辰，你觉得他能找到办法吗？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毕竟打磨他的人是你，我就是不想多个爷爷。小张，要不这个赌就算了吧。对不起啊。哎呀啊！等，大理寺丞打人了！我都没打到你，好不好？再也不敢惹大理寺丞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公堂上不许说笑，不许打赌，绝对不了啊！我一会儿啊，一定老老实实的听审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别生气了啊。您慢走啊！爹真没想到，孙秀才会知道这件事。孙秀才所谓的杀人动机，让我们很被动。这孙秀才呀，果真是名不虚传，几次在堂上扭转了局势，怪不得这代宿费呀这么贵。谁说不是啊？我听说那孙秀才这几年靠着那纯身上的本事，赚的那是盆满钵满。是，要不是利润丰厚，那春小姐干嘛舍了名声也上堂代宿呢？要不你也去当宋师得了？我听说这孙秀才不光钱赚得多，还有个漂亮的小妾呢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孙秀才自从纳了小妾之后，他原配婆娘不依呀，提起刀追了他3条街，还说要杀了他啊！要杀了他？你看你还不信？得，喝酒吧。我有办法了。大人，方娘子刚才已经在公堂上亲口承认了她有杀人的动机，所以学生认为，犯父蓄谋杀人，铁证如山，无需多言。既然铁证如山，那你为何还能站在这儿？什么意思啊？想威胁我？春荼蘼，公堂之上不得出口威胁。哼！大人，我这不是威胁，这是事实。民女听说这孙秀才享有其人之乐，共有2房妻妾。这孙秀才的正妻呢，性格刚烈，因纳妾一事，曾扬言要杀了他，甚至提刀追了他3条街呢。你胡说，没有的事儿，这都是他胡编的。大人，这事儿皆知巷闻，大把人证，您一问便知。是啊，追了3条街，看见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吧？是啊，孙秀才裤子都跑丢了。是啊。肃静。孙秀才，是真是假，不得隐瞒。大人，只因他刚才突然将毫无相干的丑闻拿到公堂之上，学生才口不择言，还请大人见谅。怎么就毫不相干了？那照你这样说，要杀人就会杀人，你怎么还活着站在这儿呢？孙秀才，你正妻可不单单只是说说啊，还提着刀追了您3条街呢。
这么强烈的情绪您都能安然无恙啊？那方娘子是做生意的，免不了时常会遇到一些无理之辈。若每个人都要杀，这临水楼前岂不全是尸体啊？哎呀，这两件事情又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？我的家事又怎么能作为杀人案的反驳之据呢？无稽之谈，千将不讳。天下万事抵不过一个理字。您能以此事推理出方娘子的杀人动机，我就不能反推吗？难道说恨死某人了，扬言要杀了他，就一定会杀他吗？敢问堂上堂下诸位，谁没有一个恨之入骨、想其消失的人？又是问，谁真的动手杀了人呢？要说这无稽之谈，还不是因您而始啊！陈小姐说的棒，陈小姐说的我都听得懂。那孙秀才说的什么呀？今日晚衙时辰已经过半，临水楼一案，待后日继续再审。你们俩有1日时间重新寻找证据，也好过像今日这般反复的纠缠。是。本官宣布，此案后日晚衙再审，犯妇暂且收押。退堂。你吃这么快干嘛呀？君红就美啊！你说了不再干涉公堂。当然，公堂上不干涉，私下嘛，各凭本事。春荼蘼他有本事，他可以查清楚。看在你赌输的份上，我才跟你说，小郑，你这样是不会有姑娘喜欢你的。春荼蘼当然有本事，但是查案对她这种深闺女子来说太难了。你没看见今日退堂时苍白的小脸蛋吗？她不舒服啊。毕竟是个姑娘，那么娇弱，怎么能不帮她？你就这么确定她会有所行动？她又不是你。你一发话，就有最老练的捕快给你找证据，他除了靠自己，还能靠谁？所以啊，你就好好当差，我帮你好好考察春荼蘼。若他真有能力，这一路上寻狱，你也能多个帮手，不是？而且啊，咱们还有任务在身，你不能总是分心吧？小姐。你看，你这回来都写了这么多了，你把那些都烧了吧，反正都已经没用了。这怎么会没用？都是小姐一笔一画的心血呢。一笔一画，到了公堂上，到了真正的案子里，根本用不上。小姐，你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准备准备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。重新开始？小姐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重新找证据，下一堂定胜负。现在重新找？这天都黑了。我原本以为我准备的已经够充分了，没想到这孙秀才还能从那么多年前的事情里找出方娘子的动机。那不都还被你给破了？这件事情，爹和方娘子都守口如瓶，赵老七又死了，他还能找到，就说明真的费尽心思去找了。你看这件衣服，夜里穿是不是不容易被发现？啊？韩大人，我就知道你今儿晚上肯定忍不住。说吧，想去夜探哪儿啊？我就是出来帮我爹打点酒。春荼蘼，你是真不会骗人呐！你这个表情一看就是准备好了。如果我不信，你就继续换一个，继续糊弄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？哎，爹！唉，又学会新招了，谁教的呢？啊，怎么样？没什么动静吧？
没事儿，没什么奇怪的。那就行。没想到这临水楼连后门都有人把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快到时辰了吧？哎，对，走吧，换班去。好。车夫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路过。这样啊，你能不能帮我进去？上来。下来吧。我扶你。谢啦，车夫大哥。我姓叶。哦。我去禀告韩大人，你这边盯住了。是。小心烫。看这木架子痕迹还没修好，又被撞断了。那这上面是布料吗？布料上面的污渍是什么呀？是血，是人血。这你都能闻出来？叶大哥，你懂得可真多。那你再帮我找找这灶房里，看还有没有别的血迹啊？好。没有。那就说明这人是从窗户进来的，进来的时候没注意撞到了架子，然后被木茬勾住了衣服，而他正好受伤了，所以布料上有血迹。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没有时间线，孙秀才肯定不认账。不超过3日。啊？这个木茬有新鲜的血腥味，
说明时间不超过3日。事发当日是24，今日是26，那就对了。叶大哥，你能帮我取下来吗？这可是重要证物。前面你就到家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叶大哥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我刚才没想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晚会在那附近啊？我和锦衣才回来，然后自己出来吃了点东西，吃完回家，刚好路过临水楼后巷，就看见你了。其实咱们俩交情也不深，但你几次都出手相助了，看来你也和我一样是个有心惩恶扬善的人。其实你也冷心热。你就这么容易相信陌生人？啊？没什么。以后我也要像叶大哥一样，乐于助人，坚持自己的原则。叶大哥，你去忙吧，我也走了。注意安全。谁啊？小妮子，溜得倒挺快啊！你放开我！谁带你走的？我自己跑的。那你再跑一个试试。你到底要干嘛啊？赵老七家就夫妻2人，赵老七已死，他婆娘是苦主，这时候应该散尽在衙门，他们家怎么会有人呢？什么婆娘啊，人家也有名字，你尊重一下行不行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叫……我发现你好像对我要求特别高。哎，那里面有人跑出来了。怎么还有个女的？刚才不是说赵老七家的在衙门吗？那这女人又是谁啊？我哪知道？这么远，谁看得清？但这个男人应该是军中人。怎么说啊？他翻墙和上马的动作颇为熟悉。汴州最大的军事长官就是你，那他是你的手下？走吧，我派人送你回去，这里我盯着。你们找人送他回去。是。多谢韩大人。韩大人，我说的话您大概不会当回事儿，但今日的事您要一五一十的告诉康大人，要判要罚，我绝无二话。我要帮你是我的事儿，为什么小郑要罚你啊？您是折冲府都尉，有关公堂的事您都应该避嫌，也不应该帮我。您见着我都应该绕着走。你这小小年纪的，哪儿学的这种没用的东西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你在教训我？您无所畏惧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我不敢。我若是连这点律法的底线都守不住，那这么多年就成笑话了。韩大人，您当朝为将，难道对律法就没有点敬畏心吗？
小姐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都快急死我了！渴死我了，我先喝口水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真怕你出什么事儿呢。我让你查的，你都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，原来这赵老七真不是个东西。他本不姓赵的，是娶了老婆以后改了岳家的姓。那他是入赘？对，他本是外乡人。有一年大雪冻饿在路边，都快要死了，是赵婉若发现，好心救了他。赵家的父母吧，也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见他是外乡人，无亲无故，就招了女婿。哪成想，成亲之后，他立马就变了嘴脸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还经常对赵婉若虐待打骂。那他这样，赵家父母不管吗？听说赵家父母和女儿反抗过的，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被他威胁，撤了诉状。再后来，赵家二老就相继故去了，二老离世相隔还不到1个月。在那之后，赵老七就更加变本加厉。若他不是入赘，估计赵婉若早就被他休了。这么说，赵婉若和赵老七不是一条心啊？别看他瘦小伶仃，却是个有武艺的人。之前装成文弱的样子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名正言顺地霸占赵家的家产。街坊邻居有一些看不过眼的，说几句公道话，都被他狠狠祸害过。小姐，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这赵老七可真是个大恶人，活着祸害人，死了也要拖累方娘子。我朝律法是有罪推论，若是双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，那被告就要被判刑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简直是胡闹！你们怎么一个个的全都说我呀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把调兵遣将上的大胆肆意用在公堂之上。你对律法要有敬畏之心。春荼蘼做得对，他作为宋师闯入，跟你折冲府都尉闯入的性质不同。你为官可以有立场，但是你不能把立场介入案件，这是规矩。至于他，我会惩罚他。小郑，哎呀，你就别惩罚他了，你还是惩罚我吧。我不懂你们那些，你就说到我懂为止呗。小姐，你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啊？当然没有了。以前我背那些诗词歌赋有多困难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是啊，可是这些你是怎么记得的？其实一开始我脑子里也是混乱的，后来我从这第一句开始，顺着每个人的逻辑一句一句往后捋，他们就都蹦出来了，不用特意去背。然后把这来龙去脉都理清楚，公堂上不自然的事情就一目了然了。爹，我来，老爷。爹，您找我？最近辛苦了，好孩子，爹给你端了点汤。这案子可有新的头绪？有了，不过我得再想想，让孙秀才没有驳回的余地。老爷，小姐，您看韩大人来了。大人，哎，不必多礼，大家又不是外人。韩大人的意思是，你与爹都是折冲府的人，所以不是外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当然不是。昨夜你我之事，春对父可都知道了。爹，我昨日夜里去赵老七家查案，没成想碰到了韩大人，韩大人出手相助，我怕爹担心，所以就没告诉您。下不为例啊，这孩子。想告我的状，门儿都没有。所以韩大人，这赵老七家的人到底是谁啊？
看春对付这个样子，是真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昨夜在赵老七家的人，怕是春对付比我更熟悉。张五娘，富贵。我在军中找人容易，可这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想不通了。我说怪不得呢，那孙秀才怎么会知道方娘子和赵老七那段事情？原来如此啊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好解释多了。可是他们为什么在赵老七家呀？公堂上的事就等你去办了。既然我已经知无不言了，那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有什么可回答的？昨夜与你同行的男子是谁？叶大哥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前几日。他是做什么的？车夫。你见过能飞檐走壁的车夫？没有啊。不是，行走江湖的人会点功夫也正常嘛。你懂什么是江湖吗？我在书里面写过啊，行走江湖的人不就是叶大哥这样吗？而且之前爹的案子，我出门着急没带银子，都是叶大哥借的钱，他每次帮忙都绝无二话。我想这个小兄弟这么肯帮人，人品应该不错。我发现汴州的人确实淳朴啊。韩大人，你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小妮子，利用完我就想赶我走是吧？韩大人，你来我们家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想告诉你，注意安全。你是怕那人对我不利？明日就上堂了，他肯定会被定罪的，所以就不能再继续作恶了。我会在春家周围安排人保护你，本想暗地进行，但是我做事情就是光明正大。春土迷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。行了，别的也没什么事儿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昨夜的事儿，康大人同你说了一样的话。不愧是康大人。我发现你怎么总能看到其他男子身上的优点啊？韩大人真喜欢说笑了，这戴素不就是该查案吗？康大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若有什么事儿，可以派那些保护你的人，帮你去跑跑腿什么的。我不想依靠大人的力量，不是不给大人面子。大人若能让天下人依靠你，那民女绝无二话。否则，与其依靠大人的力量，还不如靠自己的本事做点实事，让更多人依靠呢。有朝一日，我若真能让天下人依靠，那我自然依靠大人啊。记住你今日说的话。唉，你这又是为何而叹气啊？不是我就奇了怪了，他们汴州人怎么就那么容易相信别人？又找春图迷去了。昨晚我的手下发现之前他身边那个车夫颇有些身手。遇着情敌了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怀疑是我之前弄错了。那日夜探楚游书房跟我交手的人，眼下还在汴州。你是怀疑这个车夫？如果这个车夫是我猜的那个人，那我跟他的渊源可就深了。你去春家是为了提点春图迷？哎，我可不敢提点他，他认定那个车夫是个闯荡江湖的好大哥呢。你说，春图迷会不会是有心人安排在我们身边的诱饵啊？我看是你的疑心病又犯了。我之前就彻查过春图迷的底细，他从小在汴州长大，生活也很简单，并没有什么不妥。
若是夺砚台的人找到他，再绕到我这儿，确实有些复杂。暂且不说，这眼下没有证据能证明你对这个车夫的猜想。就算是有证据证明他就是你想要抓的那个人，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春荼蘼就跟此事有关啊。再说了，春荼蘼她一个普通的汴州姑娘，她能认识你韩无畏，难道不比认识一个江湖人士听起来更离奇百倍吗？你是在替春荼蘼辩解吗？你那么不懂人情的一个人，竟然在替春荼蘼辩解，你还是我认识的小郑吗？我这是对事不对人。你还有没有事儿？没事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有事儿。昨夜我在赵老七家发现一个军中之人，跟灵水楼案子有关。谁啊？明日上了公堂，你便知道了。请。婉若小嫂子，我给您带了点点心，柿子馅的，软糯香甜。您别紧张，我就想找您聊聊。你太客气了。您刚刚那么惊讶，是没想到我会来。其实您是苦主，我是代素，问您些问题也是应该的。您有拒绝的权利，之后在堂上也是一样。很久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了，我自己都快忘了。也是，大家都称呼您嫂子或者赵老七家的。不过，赵老七生前做了那么多糟心事，如今他死了，我想着，您应该也不想再带着他的名字过日子了吧？其实您是重要证人，所以才把您散尽在这儿。要不然，我想邀您去点心铺呢。坐在那儿，我们可以喝茶，还可以吃点心。点心不用按斤买，什么口味都可以吃，你也会更自在一点吧？我在这儿也挺好的，很自在。春小姐，有心了。袁县令倒是对你们很宽厚。之前我去问审张五娘，都是在牢里拘着的。袁县令比张县令宽和很多，白日可以让我们出去散风。婉若嫂子手真巧啊，这花样真好看。您衣服上的花样也好看，是琳琅阁最近最流行的吧？嗯，是。赵老七生前对您作威作福，怎么舍得给您买这么好的布料啊？如今他走了，您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还害怕什么？还是有人威胁您？没有人威胁我。其实他以前对我挺好的，要不然也不会带我去临水楼吃饭呢。其实，我又找到了一些新证据，已经请仵作去查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出结果。什么证据啊？您知道赵老七腿上有伤吗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突然有点肚子疼。我们找个大夫看一下吧。那小姐，我去找大夫。春小姐，你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？我就吃了点点心。还吃了别的什么吗？鸡蛋。柿子和鸡蛋是相克的，吃在一起是会闹肚子的。赵婉若，时辰到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食物相克。1、好，2、好，3、好，4、好，5、好。对证。
这春大山怎么没来啊？回对正的话，春对付有个官司，他今日告假。他倒是挺清闲啊，前几日自己被抓进去，就几日未来。现在这八竿子打不着的租户上堂，他也要告假，让他请了假过来找我。是，接着练。副队正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，兄弟们训练刻苦，我是来嘉奖你们的，不必多礼。多谢韩大人，我等啊必定尽心尽力啊。很好，交代你点事儿，跟我走一趟。是。接着练啊，韩大人，韩大人带我来此呀，必定是有要事吩咐。只要您一句话，我富贵那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啊！韩大人，这是为何呀？清理门户。啊，确实是由鸡蛋和柿子引发的腹痛。还好你吃的不多，否则的话会更危险。多谢文大夫，我还有一事想问。请说。这鱼汤和什么食物一起食用，会相克啊？我曾在一本医书上看到，说有人因食用金花、米饭和鱼汤而中毒，但是我并未亲眼所见。金花。临水楼一案，3堂开审，经过1日的时间，你们2位可找到新的证据？大人，学生这一日重新审视了之前所有证据，方娘子有作案动机，也有作案的条件和时间，只请大人严惩凶手，还赵老七一个公道。公道，本官自会给你。范父这方有什么可说的？大人，民女昨日一直在想，如何能还方娘子清白。现在种种证据不能证明她有罪，但是也不能洗清她的嫌疑。后来民女想明白了，若想证明方娘子无罪，我只需找到杀人者是谁，便可洗脱嫌疑。当日临水楼众多食客中毒呕吐，赵老七甚至为此丧命，只因台巴鱼稍微清理不好，便会有此效果，所以人们就会认为是鱼有问题，自然这责任也就推给了售卖鱼汤的方娘子身上。这是天经地义之事。非也，鱼汤有毒不代表鱼有毒，说不定这鱼汤里放了什么不知道的东西，连方娘子都不知道是什么呢。大人，民女请求传证人之一文大夫。传。大人，文大夫，请问当日的食客是否是因为中毒引起的呕吐？这个问题你早就问过了，何必反复纠缠？本官允许提问，你继续说。回禀大人，是因中毒而呕吐。那请问他们中毒一定是因为台巴鱼吗？那倒不是，有几味催吐的药物，造成的效果也与之相似。从卖相上看，也类似中毒。比如呢？比如瓜地、藜芦、长山、夹竹桃。中药会有药味，谁都知道临水楼的芙蓉鱼汤鲜香浓郁，隐有花香。若是有中药掺在里边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可若分量下得轻，药味是会被盖过去的。若分量轻，只会致人呕吐，不伤人命。那赵老七为什么又会当场暴毙？孙秀才，您别着急，我们先解决中毒之事，再谈赵老七之死。大人，民女想再传另一位证人，本案的仵作。再传。传仵作。大人，请问仵作，您检查赵老七尸体之后，还检查了别的证物吗？依袁大人的吩咐，我还检验了带回来的鱼汤及呕吐物。那这些证物您可还存留？在，虽然不能保证和当日完全一样，但也并没有完全变质。大人，民女找仵作就是想提供新证据，能否让仵作和文大夫再检验一次赵老七的呕吐物？当然，完全没这个必要啊！呕吐物移堂的时候就已经验过了，春荼蘼这是胡搅蛮缠。大人，当日检验难免疏忽，今日再验一次，便可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洗脱蒙冤者罪名。春荼蘼啊，如果验不出来什么，你就是扰乱公堂、拖延时间，要受罚的。
民女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如果什么都没检验出来，民女甘凭大人处置。仵作、文大夫，你二人这就去验。是。大人，我们已经重新检查完毕。如何？回大人，我们再次检验发现，之前鱼汤中疑似生姜的碎末，其中掺了切碎的瓜蒂，因进入腌制一夜的鱼肉之中，颜色和形状都很难分清，必须要仔细分辨才能看清。方娘子就是以瓜蒂冒充生姜，导致多人中毒，还毒死了赵老七。孙秀才不是和文大夫讨论过吗？这味药下得重才能被闻出来，下得轻才能被遮掩住。既然下得轻，又怎会毒死人呢？当日食客都是老饕，鱼汤若有异味，怎会闻不出来？不管药下的轻与重，都是草菅人命的行为。虽不能确定下药人就是凶手，但与此案有重大关系，必须把他找出来。但凡下药，就必须进入小灶间，是在方娘子做完台巴鱼剁成鱼蓉之后，又必须在当夜进行，因为此鱼需要腌制整夜才能入味，瓜蒂才会变色，让人误以为是生姜。此人还要会拳脚功夫，如若不会，临水楼院墙那么高，要想不惊动伙计就进入，根本不可能。分明是方娘子自己下的药，何必翻墙那么麻烦？孙秀才，我正想和诸位大人说清楚，你怎么3番5次插言？难不成你和凶手有关联？你再插言，本官就叫人掌你的嘴。继续说。大人，当日查得很清楚，小灶间门窗完整，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，就说明此人有撬锁之计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临水楼的劲敌，想砸临水楼的招牌，还是与方娘子有仇，要故意陷害方娘子？孙秀才，第2日赵老七就出事了，您不觉得这些太巧合了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小姐心里有数。有问题。对。大人，民女有罪。何罪之有啊？民女昨夜偷闯临水楼，但还望大人看在民女是为了找线索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无妨，起身吧。谢大人。大人，民女还有政务相呈。呈上来。这是何物啊？大人，这是临水楼小灶间的木架，确切来说是木架上的木茬，上面缠了一些碎布，碎布被勾破了，缠在了木茬上。民女认为，这就是下药人留下的蛛丝马迹，足可证明他是谁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对呀。方娘子，当日木架是否有损毁？是，当日木架遭重物砸了一下，导致下段的横梁碎裂脱出，因为当时太忙碌，并没有立即做处理，这就对上了。大人，木架上的木茬足有3寸长，比尖刀还要锋利几分。民女认为这是做贼心虚，下药人动了手脚以后慌乱逃跑，黑夜中又不熟悉地形，所以撞到了木茬，划破了裤子，扎伤了腿，从而留下了碎布和血迹。大人，您让仵作验一下便知。仵作。大人，那死者赵老七的大腿上确实留有伤痕，肌肉中有尚未拔净的木刺，这伤口也参差不平，边缘处有类似针刺的痕迹。从伤口结痂的情况来看，最多是死前1、2日伤的。属下刚才仔细查看了木茬，可以断定他腿上的伤正是由那木茬而来。这么说，临水楼的毒有可能是赵老七所投了？请大人明鉴。就算赵老七身上的伤口吻合，也只能说明他到过灶房。赵老七一向偷鸡摸狗，怎么就知道他是投毒而非偷窃呢？恳请大人传第3位、第4位证人，严华和蒲大郎。赵老七在本月23晚在小店买了瓜地，还有1点长衫。因为小店出货入货都有记录，所以有账本可以查。您确定买者是赵老七？小的确定，因为赵老七经常骚扰四邻，我们延华堂离他家也不远，他常常是买了药不给钱的，所以小的太认得他了。那他这次给您钱了吗？给了，但是
他当时的表情很是奇怪。客官，您的药，好像生怕被别人瞧见似的。大人，严华证明赵老七买了瓜地，而蒲大郎能证明赵老七有翻墙的本领。蒲大郎，你跟大人说。大人，小人是赵老七的邻居，之前糊涂，见他身有武功，甚为羡慕，曾引为至交。他也曾在小人面前演示过，虽算不得飞檐走壁，可两人高下的墙，也是上下自如。而且他又有开锁之术，普通的铜锁，他只需一根铜签子，便能在眨眼之间捅开，半点痕迹不留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证明了赵老七才是投毒者，与方娘子无关。不对，此案还有疑点。文大夫，瓜地能毒死人吗？应该是不能。放的再多也没办法，对吗？这我倒没验证过。不过瓜地的药味较大，必须放得轻才能够掩盖得住，所以鱼汤里的瓜地并不多。就算赵老七因为私仇投下瓜地陷害方娘子，那也只能让人呕吐腹泻而已。之前春图米也问过，怎么70岁的老者吃了鱼汤都只是呕吐，而身强力壮的赵老七吃了鱼汤却一命呜呼了呢？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疑点，而且赵老七现在死无对证。对，除非春图迷再提供出赵老七就是被自己毒死的切实证据，或者有新的凶手出现认罪并说出下毒方法，否则这方娘子依旧有重大嫌疑。万一是他知道了赵老七下了瓜地，顺水推舟谋害了他，好将自己摘出来呢？孙秀才所言极是，这确实是此案最大的谜团。所以你是想认输了吧？大人，民女想要1锅鱼汤、1桶米饭、1只待宰的肥羊，还有1桶金花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此事关乎赵老七之死，麻烦大人请人把鱼汤、米饭和金花搅拌在一起，喂给羊吃。禀大人，羊吃了盆里的食物，片刻便满地打滚，很快就死了。春家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民女去了赵老七家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。他家屋檐下有空掉的蜂巢，角落还有砍过的花草。民女问了花农，那地方曾经是一片金花，而金花、鱼汤和米饭3种东西相克，混在一起便是剧毒。赵婉若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？说什么？不过是赵老七家曾有金花，说不定是方娘子暗中观察，看到赵老七家的金花，才想到下毒的呢。既然没有切实的证据，就不要再拖延时间了。你与人为善，更是温良贤妻，但赵老七不仅虐待你，还欺辱你的爹娘，我们都很同情你。方娘子何其无辜，她一个女子，一人辛苦赚钱，一肩扛起临水楼所有伙计都要靠她才能过上好日子。赵老七是对你不好，那方娘子又做了什么？你让她白白送死，替你顶罪，那你和赵老七有什么区别啊？大人，民妇认罪，确实是赵老七想要陷害临水楼的方娘子在先，也确实是民妇借以金花之毒毒杀亲夫。大人，苦主被春图迷诱导，民妇受审的这几日，才过上了人过的日子。民妇知足了，与其惶惶不可终日，还要连累他人，不如认了。你既已认罪，本官可以直接宣判，但凡事有始有终，你必须要告诉本官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。
民妇身上没有一块好肉，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我本想把他告上公堂，可赵老七一向跋扈，竟没有宋氏愿意接我的案子。他得知我四处活动，就更变本加厉，不仅打骂我，他还给我下了迷药，让我去伺候他那些狐朋狗友。起初我不得已便认命了，不把自己当人看，就只是个顺手的物件。他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那日他跟我说，忽然想到了讹诈临水楼的方法。你一会儿千万别忘了，只要我一倒地，你马上作为苦主陪我告上公堂，否则以方娘子的城府深沉，定是不会上当。我趁他不注意，就往米饭里加了精花。索性做吧，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爹娘好心救了他的命，怎料他动辄打骂，还不给我们饭吃。我爹和他起了争执，他一把把我爹推到地上，头撞到石阶上，鲜血直流。从那天起，他老人家便一病不起，就这么没了。我娘又气又恨，偏为了我不敢吭声，生生怄死了自己。我的亲娘舅被他叫人砍掉了一只手，至今有冤无处诉。没有宋师姐我的案子，张县令出名的糊涂，衙门我告诉无门。大人，我认罪。来人，快拦住他！先带他去医治吧。是。暂且退堂。是。袁大人，赵婉若虽有冤屈，但这绝不是她杀人的理由。大人，你要为她求情吗？民女觉得本案还有疑点。有何疑点？金花在本镇十分常见，但民女在本镇长大，却从未听闻这金花还可制毒。所以你的疑点是，赵婉若如果早就知道此种不易被察觉的方法，那她早就会动手了。大人明鉴，所以民女觉得赵婉若身后一定另有他人。这个人你有什么想法？他们应该很快就来了。韩大人到！我把人给带来了。我来的还是时候吧。韩大人，你带来的这位女子是？我一早派人盯着赵老七家，这女子鬼鬼祟祟的想要逃走，本都尉就将她扣下带过来了。余下的，且听春荼蘼如何问吧。大人，临水楼一案，首犯就是张五娘。你信口雌黄，有何证据？赵婉若都招了，你还想抵赖？哎，又是诈吗？赵婉若这个窝囊废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活该赵老七不把他当人看，活该他父母被他拖累死。
这么说话？肃静，孙家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各位大人，张五娘无端陷害我爹的案子审结之后，转天就离开了汴州。当然是有人出了熟童，给她安置了去处。那人为自保，便不肯露面，所以他只得一人外出。不巧就遇到了赵老七。赵老七本就是个混账东西，想劫持你，对你图谋不轨。你自然不像赵婉若那样，要保全自己，手段多的是。不仅保全了自己，还勾结了赵老七。知道他对方娘子有意，你就想蓄意报复你怀恨已久的方娘子。你既无方娘子的容貌，又无赵婉若的温顺，赵老七定然不会像咬着他们那样咬着你不放。任由你想的毒计发个横财，他当然乐意了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方娘子仗着自己的容貌，到处勾三搭四，让所有的男人都对她心存希望，围着她转，活该赵老七轻薄了她。可惜呀，为什么毒死的不是她？我是给赵老七出了主意，怎么？说话违律吗？你不知悔改，利用赵婉若行的是一石二鸟计，又陷害了方娘子，又毒死了赵老七。你以为你不动手，大人就奈何不了你吗？你又是如何得知？可有证据？没有，民女只是知道这二人住在赵老七家，其他的都是自己推出来的。谁知这毒妇自己就认了。张五娘，不许大闹公堂！张五娘明明有机会离开，却还是选择留下。我觉得，不如问问副队长。把富贵给我带上来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哎，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他呀？对，这汴州军营是该好好理一理了。副队长，请问您与张五娘是什么关系？对此案又是否知情？堂下富贵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？韩大人，是属下失德，请韩大人责罚。副队长只拜韩大人，不拜袁大人，意思是与张五娘有染，却与此案无关。是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张五娘罪证确凿，按律当斩。张五娘，你可知我为何要彻查此案？因为你之前陷害了我爹。儿女之于父母是这样，父母之于儿女，只怕会加个“更”字。若是我有什么事儿，我爹定会豁出性命救我。那你对你的孩子呢？赵老七是该死，但任谁都好，也不能做罔顾律法之事。这就是律法存在的意义。你是此案首犯，按律当斩。虽说你可产子1个月后行刑，但你为你孩儿打算过吗？那个男人，他靠得住吗？你若肯告诉我本案前因后果，我便答应给你的孩子找个好人家，至少让他平安长大。且你有自首情节，罪罚可简易的，由斩刑变为绞刑，保留全尸，且行刑之时也不用上刑场，没有群众围观，好歹给孩子留点颜面吧。此话当真？公堂之上无虚言，这堂上堂下诸位都见证着呢。你想想，就这么个男人，真的值得吗？他利用你对付我爹，等你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把你赶走，你还想着为他生儿育女呢？副队长好算计啊，只可惜你若当初好好待他，他也不会被赵老七劫走，也不至于被我们发现了。血口喷人，对，他这是血口喷人。大人，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都是这个
奸夫，都是这个奸夫一个人做的，大人，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大人，大人明察明察呀，大人！莫要咆哮公堂。大人，民妇诬陷春大山，确实是受富贵指使。民妇一步走错，步步走错，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。民妇愿意坦诚一切，只求大人大发慈悲，救救民妇的孩子。奸夫，奸夫，奸夫！我杀了你！把他给我押下去，别在这丢我折冲府的脸！杀了你！大人，张五娘怀有身孕，还请大人赐座。准。富贵妒忌春大山才能，怕自己对政的职务不保。他还妒忌春大山和方娘子的关系密切，所以牺牲我的名节，诬陷春大山。你说这个位置，我要是守不住啊，以后你和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五娘，不如你帮帮我。我便答应了他，可我后来才发现，他惦记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又染指甲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金花鱼汤跟米饭混在一起，那是有剧毒的。一个整日下厨房的人，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干嘛？看看人家方娘子，干干净净的，多好。这所有的一切，全都因方娘子而起。若不是富贵对她心心念念的，我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唯有借机把她诬陷入狱，这样才能断了富贵的念想，专心对我、对我们的孩子好。所以我就哄骗赵老七，去讹诈临水楼。赵婉若也是受民妇指使，所有的罪过都由民妇承担。大人，民妇自知罪孽深重，罪不可恕，只求堂上各位大人能让民妇顺利生下孩子，赐我好死。无论何种理由害人性命，按律当诛。来啊，带范妇赵婉若、芳菲上堂。本官现在宣判。大人且慢，你又有何事啊？在您独居前，我想为二位凶手张五娘和赵婉若一辩。可辩？这谁宣判了？哎呦，就是。范妇二人都已认罪，又有何辩？律法中可有规定，不能这么做吗？倒是没有。既然合律，你有什么便说吧。张五娘虽犯下命案，但她当堂自首，还揭露了幕后主使，按律当减等，改斩为绞。且她献计谋杀赵老七，属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，算得上半胁迫，所以可酌情处置。之前有类似的情况，被改判了流放3000里。赵婉若谋杀亲夫，依律当绞，但她此举是为了爹娘报仇。在我朝律法中有规定，将谋反、谋叛、谋大逆、恶逆、不道、不睦、不孝、不义、大不敬、内乱这10恶视为万恶之首。赵老七虽死，但他的罪行不能不算。杀涉10恶者，应当减等处置。所以，赵婉若的罪行也应当减3等，甚至4等。请问二位大人的想法？确实有这些规定，而且刑罚之对应，分毫无错。好，本官现在宣判：范妇张五娘受他人指使，诬陷春大山在先，造诣杀害赵老七在后，前罪已罚，后罪按律当诛，但因自供其罪，减1等为绞；又因其受胁迫在先，再减1等，判流放3000里，无大赦，不得反。
范夫赵婉若，受他人挑拨谋杀亲夫赵老七，但因赵老七为祸乡里，杀之情有可恕，特改判3年徒刑。范妇方妃，罪名纯属子虚乌有，当堂释放。但因其管理酒楼造奸不力，被他人利用，罚其为受累的食客支付汤药及养病的银钱。以上判罚，若有不服，可于10日内起居。退堂。方娘子，快请。荼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请恕我们一拜。二位快请起。春小姐，哎，春小姐，春荼蘼，春荼蘼，春荼蘼。醒了。祖父，小姐，你醒了。爹呢？你爹昨日在这儿陪了你一夜，这会儿正在给你熬鸡汤呢。果儿，赶紧去告诉他，就说荼蘼醒了。是。祖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听你爹说呀，昨日你在公堂上晕倒了，可把他给吓坏了。后来让大夫给你诊治，不是晕，是因为啊，办完了差事，一放松下来，直接睡着了。我在公堂上睡着了啊，那岂不是藐视公堂啊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县令大人对你是只有赞赏，大伙儿都知道你不容易。你爹呀，把这些日子你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。我们家荼蘼现在可厉害呢。那还不是多亏了祖父从小给我讲的那些案子，我从小就听，那能不厉害吗？这就是10年磨一剑，剑气冲天边。这丫头，我还以为你所有地方都有进步呢，唯独这文采还是那么差。那祖父就别去出公差了，在家辅导我学习诗书吧。哎，咱们家是军户，你爹在军中服役，我又要跑衙门里的差事。等日后有机会脱了军籍，就有更多的时间陪你，不让你一个人在家吃苦了。你这是干嘛呢？我算一算祖父的心愿能不能实现。这老天好像说祖父心想事成啊。这丫头。你别总大白天在院子里喝酒，这里是衙门，你好歹像点样子。小郑，你就是太过板直。来的时候你娘还特意嘱咐我，让我一路上多跟你说笑，让你平时也能有点笑的模样。到时候回去，还得让你们的大师傅办几桌酒菜来请我呢。这都中的人要说愁啊，愁的也是纨绔子弟。我们是来办正事的，你还有闲工夫跟我娘说这些？小郑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我跟你娘这么操心，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你吗？你娘让你3日写一封信，你写了吗？我当然写了呀。这才对嘛！有人担心你出门，有人张罗着照顾你，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照顾到了。这就是做娘的心意吧？先说正事吧。我刚刚接到密旨，3日之内，你我启程去幽州。我这儿的卷宗还没看完呢。来这就是为了荀彧的吗？这砚台不都已经交给你了吗？假的。假的？我只剩3日时间了。你又要干嘛呀？带走春荼蘼。幽州。阁老说这几日大内又传了一份密旨给韩无畏，让咱们盯紧他和康正元的荀彧队伍。阁老想让少主尽快动身。好，
锦衣，套个车，老板娘要出门。哎，早套好了，正等着呢。好嘞。这小琴怎么又把老爷给拽走了？他就整日守着咱们院子里等老爷。你就为这事儿生气啊？你说他一个夫人，老跟小姐你抢老爷干嘛呀？家和万事兴，你就忍一忍，就当是为了爹嘛。你以为忍一忍就能家和了吗？小姐，方娘子来了，老爷让您来一下。方娘子，她来干什么？都已经好久没见过你了，郑大哥，一切都好吗？还不错，多谢。方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。方娘子来了。郑家小嫂子。去备点茶吧。过儿，没听见老爷说什么吗？还不快去！那老爷，过儿先去烹茶。好。好久不见，是临水楼又有什么事儿吗？今日来是和春大哥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情要说一说，不知可否请您回避一下？既然如此，荼蘼，你爹要谈正事儿，你也别在这待着。荼蘼姑娘倒是要留下来听一听。一来，我是要谢她帮我从官非中脱身；二来，临水楼说到底是之前大嫂子的产业，这生意上的事情是与她有关的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先谈正事。那夫人先回房等着我吧。来，里面请。出什么事了？可是有人去临水楼捣乱？郑大哥，临水楼无事。今日来是来和你们告别的。好好的，为什么忽然要走啊？你实话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你连生意都不愿意再做下去？真的无事，你放心，一切都好。荼蘼为我打的这桩案子这么轰动，恐怕以后不止汴州，连都中，甚至南边都会念叨起来。能在汴州交上像春大哥这样的朋友，也算是过上了一段美好的日子。和你们说个实话吧，其实我身世隐秘，不能连累到大家，所以我必须要走了。好吧，若以后你再有难处，随时回来找我们。来，我去拿点盘缠。春大哥，不必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荼蘼，这是给你的，多谢你帮我打赢了官司。多谢。你们留步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就此别过。其实，我的名字不叫芳菲。这临水楼曾经那么红火，现在也人去楼空了。人在世上，离别二字总是避免不了，但也未必都是坏事啊。就像
小姐，你以后要嫁人，那也是从家里离开，可这是喜事啊。我可没说我要嫁人啊。你现在这么说，是因为你还没有遇见那个良人。话本里都是这么说的。小姐们嚷嚷着这辈子都不嫁人，可是后来遇到了良人啊，就为心爱的人赴汤蹈火。要不呢，就是一开始不能领悟男子的真心，后来才明白身边人的珍贵。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属于后者。韩大人就是那个你没有发现的珍贵啊！你要是再这么乱说，我就把你那些话本都拿出来烧了。哎，小姐，其实我就是觉得韩大人挺好的，年少英俊又是高门显贵。良人爱人不是这么算的，真心喜欢的人赴汤蹈火都可以，门第样貌算什么？小妮子这是喜欢上谁了呀？韩大人，跟我走一趟，找你有事儿。你看看，我这嘴灵验吧，说什么来着？韩大人，今日没有案件，不能与您同行，而且男女有别，这大庭广众之下，恕不能跟您多谈了。哎，小姐，我觉得韩大人挺好的。你懂什么？康大人，春小姐，本来想专程去你家找你，没想到这么凑巧，在这儿就遇见了。康大人找我有事，不知春小姐可否一叙啊？今日这是怎么了？都来找小姐一叙啊？康大人找我何事？之前见你在公堂上对律法颇有见解，所以想跟你聊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虽说让他跟着你，但这件事情是我提议的，就得我来做。小赵，干什么？别想揽功。哎，小姐，康大人，韩大人怎么能当街接走我们小姐呀？放心，你先回家等着，我一定将你家小姐平安送回到府上。啊，这，康大人。韩大人，当街强抢民女可是违反律法的。我韩无畏从来不强抢。你可好些了？家中有没有给你做些好吃的，补回点元气？就你这小身板，以后到了大公堂、大案子，怎么撑得住啊？我挺好的，就不劳大人挂心了。小妮子，你知道你昨日在公堂上发火的时候，我在想什么吗？我那只是想激醒丈母娘，算不得咆哮公堂。你若要认真计较，是为了他做错事不醒悟而生气，为了他自己是一个苦命人，还欺负比他更苦命的赵婉若而生气。我懂你。我当时就想，春荼蘼怎么这么天真啊？当讼师还要面对那么多恶棍，真是少不经事，一点小事就动怒了。不是，我一定要护着你，可不能让你这么善良的小姑娘被别人欺负了去。这都是韩大人让你带给荼蘼的。是，此外还有一事，韩大人让我提前通知您，早些做准备。何事？我想让你跟着我们一起去巡狱。我巡狱？多谢韩大人厚爱。古人言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巡狱一事，荼蘼还是敬谢不敏了。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呀，你先听我讲一讲，跟我们巡狱有什么好处。我话都还没说完呢，你能不能给我们两个一些单独的时间相处啊？见过康大人，不知康大人找我所谓何事啊？你干嘛？韩大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你对我，还有对康大人，怎么是两副面孔啊？韩大人，请您自重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既然要跟着我，
我总不能干坐着吧？行，就这意思啊。二位大人在说什么？我奉陛下之命，代天子巡御，主管幽州一带。接下来要一路往北，你想不想跟我去巡御？康大人，这巡御之事事关重大，我又没怎么见过世面，为什么要带我去啊？春小姐，你可小看自己了。你对于律法的理解，独特又准确，判断和行事也有独到之处。虽然陛下一直以德仁治国，又对于巡御之事非常的重视，但民间各地仍有冤狱的存在，这也是我这趟差事的主要目的。而你，虽然是个姑娘家，我却坚信你可以帮我做出很多的判断。而且我这一趟公务繁重，也非常需要一个可信之人来帮我查阅每一处的卷宗，整理冤假错案。可我是个姑娘啊！一个刑判职官断案糊涂或是清明，直接关乎到百姓的生与死，更关乎律法公正。这与男女无关，只与律法有关。既然你在律法上悟性甚高，就别妄自菲薄了。我不是妄自菲薄，只是民女尚未出阁，就算可以男装随同，爹爹和祖父也不会同意。既然是诚心相邀，我相信韩大人自然会为你考虑到这一点。作为折冲府都尉，我派你爹跟着康大人，一路上保护他，自然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表哥是认为我随行的军士少了，担心我的安危。毕竟为人翻案、调查冤狱，也会得罪不少人。春大山练兵认真，在队中也比较有声望，我会让他出任队正一职。如此一来，你以顺便到外地去探望亲戚为由，跟着一起去。虽说不合理，却是合情。只要远离汴州，就说你是我跟前事后笔墨的书童，随行的兵士也不会多嘴的，你也不用担心不必要的麻烦。你意下如何？二位大人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我若再推辞，就显得我不知好歹、不识抬举了。但我若同意了此次随行，是不是该有属于我的束修啊？尽管说，金银珠宝我有的是。你有什么想要的？我必不托大，也不敢求其他，只是能不能劳烦二位大人帮我家脱离军籍，改为良民，以此做我的束修即可。这与理不合的话，让你说的还有点言之成理啊。你们笑什么呀？我是笑啊，这个事情就这么成了。爹，韩大人这次做的是过了，您要是觉得礼物不合适，可以给送回去。但巡御是您的任务，也是我的任务啊。你的任务，前2次上堂那是逼不得已。戴素已让你名声受损了，你现在还要去巡御？毕竟是爹连累了你，若不是我惹了官非，你根本就不……我不光是为了二位大人的赏识，还有一些自己的打算。我想帮我们家脱离军籍。你在说什么？今日他们答应我了，若我们好好干，立下功绩，他们就帮我们求情脱离军籍。爹，您不高兴吗？这不是祖父一直以来的愿望。够了，爹再没有本事，也不至于要靠我女儿拿自己的幸福和名声去换脱离军籍。